今天向我们投稿的网友叫做桃花眼，这是我给他取的名字。桃花眼呢，向我们介绍了他，自从踏入社会之后吧，也可以说是在这个从高中时期，其实从高中时期他所喜欢的一些人，或者说他所接触的一些人。桃花眼的开头是这么写的：桃花眼说，我时常会想我的未来会是怎么样。大家都在想。首先呢，他向我们介绍了第一个人呢是谁呢？叫做刘师傅。为什么叫刘师傅呢？因为怎么说，这个刘师傅呢是他们家附近的一个人。因为呢，当时那个时候他才上高中，高中的时候呢，刚开始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取向问题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刚刚启蒙，或者说刚刚有一点点懵懵懂懂的样子。所以说呢，桃花眼呢，他就有一次在上这个小兰的时候，就刷到他们家附近，有一个人。于是当时才高中，而且加上确实那个时候也比较旺盛，精力旺盛，再加上呢自己对这一方面不是很了解，他就特别想尝试一下。于是呢就跟那个人聊天，那个人呢也很快的就回复了他。那个人在回复他的同时呢，并且附带了一张自己的照片。桃花眼一看，这个人很帅很酷诶。于是呢，桃花眼就把自己的照片也发了过去。然后对面的那个人就说，行，咱俩见见面吧，我看离得也不远，我家在什么什么地方。于是桃花眼呢就怀着忐忑的心情就去了。当他见到那个人之后呢，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因为照片和本人严重不符。他发过来的那个图片呢，很帅很阳光的一个大男孩，但是实际他到了之后呢，应该是一个50多岁的大叔，刘师傅，姓刘嘛。到了之后，桃花眼就特别想走，说你给我发的照片和你这个什么都不一样啊。刘师傅说没事儿，咱们这个东西就是这是我年轻时候的照片，咱们这个东西就是随意随性就好。说你现在是多大的呀？桃花眼呢就如实说了自己在上高中怎么样。刘师傅说好呀，我们2个人可以试一试，你不要怕，没关系。当时呢，桃花眼本来是不想的，他说我还是走吧。但是呢，当这个刘师傅的手碰到他的那一瞬间，他就想实在不行就启蒙一下吧。于是呢，就那天呢，可以说是他比较畅快的一次，因为呢，这个刘师傅的这个嘴里的活儿特别的好，所以说呢，当时桃花眼就很舒服，很那个什么。然后呢，那天呢，他们2个人就属于全裸的状态嘛。然后呢，完事儿之后呢，也没有过分的一些东西啊，然后这个过去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呢，桃花眼就穿上衣服回了家。他本来以为这只是一次偶然的，也不属于邂逅吧，偶然的一次经历吧。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刘师傅他的家里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啊？他家里有摄像头，全屋的摄像，客厅，然后卧室哪儿都有摄像头。然后呢，就把他们那天晚上的这个视频给拍下来了。刘师傅呢就把监控的视频呢截了一小段发给了桃花眼，说你看这是咱俩那天晚上怎么样。桃花眼当时就慌了，你删了吧，把这段监控删了吧。刘师傅说我不删，我以后我自己要留着看，如果那个你还想的话，你就可以随时过来找我。就这么一来呢，桃花眼就特别的生气，他也特别的着急，他这怎么还有我自己的监控录像呀？他蛮生气的。他本以为这件事情只是一个什么吧，只是一个小的事情吧，但没想到呢，这个监控录像呢就是一声惊雷。每当刘师傅想要找他的时候呢，就会把视频发给他说，我大概知道你家在什么地方，你要是不来，我可能会把这个拿给你爸妈看哦，怎么样的。桃花眼说你拿呀，你拿给我爸妈看，你看他们是先打我还是先打你？刘师傅说我这么大岁数了不要紧，到时候我给你传到这个咱们这个叫什么周围的邻居的群里，咱们小区的群里，各个社区的群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样。桃花眼呢，因为当时又小，又没有什么社会经历，所以说挺害怕的。每次当刘师傅叫他的时候呢，软磨硬泡之下，桃花眼呢每一次呢都会跑到那个刘师傅家里。然后呢，在这个刘师傅家里的时间越长呢，他就越了解刘师傅这个人的什么呀人品。他的人品呢会有一个怎么说呢，就自负很自大的一个人。而且呢，他这个人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呀，叫做鄙视链。什么叫鄙视链呢？就是那个刘师傅呢会给桃花眼就是传播各种各样的一个价值观吧，比如说什么熊，什么猴子，什么恋老，什么各种各样的。然后呢，在刘师傅的这个话语中呢，就形成了一个东西叫做鄙视链。鄙视链呢，就是谁最那个什么。对于刘师傅来说，这个老的是最好的，然后是什么的，年轻的 gay 呢是排名最底的、最垫底的、最不招人喜欢的，你们是最那个什么的，然后什么，就一直在给桃花眼传授这种就是鄙视链。桃花眼呢，他有一个问题，他就是想着，哎呦，原来这个圈子是这样的呀，因为他对这个圈子不了解，所以说呢，对于他来说，他知道的 gay 圈的所有的消息都是来自于刘师傅。
而且呢，这个刘师傅呢会总是特别自大的，就是让桃花眼干这干那。终于有一次呢，就是桃花眼又被刘师傅诓到自己家里的时候，刘师傅从自己的床底下拿出了一套工具，就那种黑色的，对，各种各样的器具吧。然后呢，就跟桃花眼说：“来，我们两个用这个玩吧。”桃花眼就蛮生气的，但是呢，在这个刘师傅的有监控录像的这个威胁之下嘛，他还是同意了。但是当他拿到那些器具的时候，那个器具上黏黏的。就好像没有洗干净，上一个人刚用过，黏黏的、稠稠的。桃花眼他自己对于这方面的东西，他确实也比较敏感，他也知道这些东西，尤其是这种对吧，性方面的东西，它是容易滋生病毒的，所以他死活不愿意用。刘师傅呢就威胁他，桃花眼呢就彻底爆发了，对，就跟刘师傅大吵了起来。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动手，然后呢，吵完之后呢，桃花眼说：“我现在也不在乎我的那个什么了，咱俩直接报警吧。”然后报了警之后，我要告诉警察怎么样。刘师傅一听就慌了，说你别这样。桃花眼说：“那么现在你把我所有的监控都给我删掉，我不能再看到了。”刘师傅呢就乖乖的在桃花眼的监督之下呢，把所有的东西都删掉了。桃花眼说：“我现在是未成年，你自己想想，你要是再这样的话，你看来你判几年，我马上就报警。”那天呢，刘师傅就没有得逞，直接就把桃花眼给怎么着放走了，也算是长了一点点的这个社会的，也就算是长了一点点的经验教训吧。后来呢，由于桃花眼成绩还算是可以，没过多久呢，上了高3，然后高考，然后呢成绩也不错，考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大学吧。在这个大学里呢，刚开始他想的就是我要努力的上班，不是，错了，我努力的学习，然后好好的读书。我现在上班上1整了，我已经有这个什么，就是说那个。我要好好的上学，好好的读书，然后成绩考好一点，以后呢当一个有用的人。他呢对于这个爱情方面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没有想过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取向之后，他就想着这个大学了，我尽量还是不要搞这些东西了。但是呢，他在他们学校呢遇到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呢，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双面。双面。第一次遇到双面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双面这个人特别的帅气，特别的高，特别的好看。而且呢，双面呢完全就是桃花眼的什么呀？算是桃花眼的这个理想型吧。桃花眼特别喜欢双面，而且呢，就是在没过多久之后呢，桃花眼还得知了双面的一个取向。双面呢，他是那种大大方方的，像桃花眼呢，他就属于那种保守派的，就是羞于启齿自己是 gay 的这个身份。但是双面呢不一样，双面呢会告诉大家，我就是喜欢男生，怎么样。而且呢，在他的这个坦诚之下呢，双面还收获了很多的好朋友，女生的也好，男生的也好，各种各样的，大家呢反而也不在乎他的一个身份。桃花眼呢就更喜欢双面了，他觉得双面活的那个这种人生就是自己渴望的人生，就是自己喜欢的那种人生。所以说呢，慢慢的桃花眼就开始想着办法的去接近双面。接近双面呢，他就是想着，我接近了你之后呢，我也不说咱俩非要在一起，我跟你交流，探讨，对吧？也可以。双面呢跟桃花眼两个人刚刚成为朋友的时候呢，是在一次社团活动，两个人呢成了朋友，加了微信。之后呢，桃花眼总是有意无意的，就那种试探型的吧，去找双面聊天，就跟双面说话呀，等等。双面呢，起初就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很温和，跟谁说话都特别好，一看就是很和善的那种人。所以说日久生情嘛，两个人慢慢的呢就产生了，对吧？产生了这个感情。然后呢，在一次这个聊天过程当中，双面就向桃花眼表白了。双面说：“我特别喜欢你，我愿意和你在一起，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桃花眼他其实长得吧也还行，桃花眼。高鼻梁，白皮肤，也蛮好看的。所以说呢，他们两个人呢就成了这个情侣。成了情侣之后呢，桃花眼特别开心，因为桃花眼想的是我这个现在我已经怎么着呀，有对象了，而且呢，我还跟我最喜欢的这个人搞对象了。所以说他起初他还是很开心的。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桃花眼和双面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呢，第一次尝试了就是性的一个东西，比如说1 0这些东西。桃花眼呢刚开始就觉得很疼，特别疼，不知道有人觉得舒爽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呢，这也算是他们两个人，这也算是他的第一次的这种性体验吧。对，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呢，大概过了1周的时间之后，桃花眼就总觉得不对劲儿。为什么呢？因为双面这个人呢很热情，对人所有人都很热情，对自己也很热情。但是他对自己的热情仅限于睡觉之前，就是睡完觉之后，双面就会变得非常的冷淡。甚至有一次两个人呢一起就出去开房嘛，完事儿之后呢，双面就跟桃花眼说，那个我这个是个钟点房，开了3个小时，然后
一会儿收拾收拾，咱们就准备都回学校吧。然后呢，两个人收拾完回了学校，到了学校之后呢，桃花眼的意思是跟双面说，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吧。双面说不吃了，那我得赶紧回趟宿舍，还有件很多的事情啊什么的。于是呢，双面他就自己回了学校，回了宿舍。然后呢，桃花眼也没那个什么，也自己回了宿舍。但是，后来他才知道的，就是那天开的根本就不是钟点房，就是在桃花眼自己回宿舍之后，双面呢他又从宿舍里出来，然后自己去了那个酒店，自己住了一晚上，也没有找人。这是桃花眼后来知道的。因为呢，双面就是可能对于桃花眼来说，他只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发生一些关系嘛。而且呢，对于双面来说，像桃花眼这种长得比较好看的男孩子是可遇不可求的，就是不可多得的。所以说呢，对，为什么叫双面呢？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呗。桃花眼那个时候呢，他啥都不知道呀，他是后来才那个发现的。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生病。有一次呢，桃花眼生病了，就病得很重，当时呢就是40度左右，发高烧。然后神志不清，就头晕眼花的那种感觉。然后桃花眼宿舍里的室友呢，就对桃花眼特别好，就是给他买药，带着他去那个打针，然后看病，又给他带饭什么的。就在那一天呢，双面就给桃花眼发信息说，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出去玩吧。然后呢，我到时候订个房间。桃花眼说不行，我现在发高烧40多度，我现在可能那个去不了。双面一听，那你好好休息吧。接下来呢就杳无音信。2天之后，桃花眼大病初愈，稍微好一点了，然后就看着那个微信的聊天框空空荡荡，就说了一个你好好休息吧。之后双面再也没有关心过他。桃花眼就觉得我们2个人这现在不像是在谈恋爱啊，不但不像是在谈恋爱，我们反而是像这种，对吧？那种快餐的那种东西似的。但然后呢，还有第2件事情，就是桃花眼有一次跟自己的同学闹别扭了。那天晚上呢，正好双面约着桃花眼出去之后呢，桃花眼就向双面抱怨说，我那个同学怎么样。双面呢就完全无动于衷，就看着他说。然后呢，等桃花眼这个发泄完之后呢，就跟双面说，你觉得呢？双面说，我没有听你说什么，你发泄完了吧？吃完饭走吧，赶紧回酒店，咱俩还有事儿要办呢。就是这些事情呢，让桃花眼他整个人就变得非常的不好。于是呢，他就觉得可能他也不喜欢我，他对我可能也只是得过且过的那种状态吧。没多久呢，2个人就彻底分手了。分手之后的半年里面呢，桃花眼就努力学习。在这个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呢，他又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做什么呢？叫做云间，白云的云，中间的间，这也是我取的名字，叫云间。桃花眼认识了云间之后呢，刚开始的时候，云间和双面一样，对他特别的好。这个好，云间的好是，即使2个人发生完关系之后，云间依旧对他特别的好。对，这种好就是前后都特别好，仿佛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而且呢，云间呢，他作为一个一吧，然后呢，对桃花眼特别的照顾，简直就是无微不至。吃饭呀，天冷了有没有加衣服呀，时不时的给他发个小红包呀，时不时的送他一个小礼物呀。桃花眼特别的开心，说我仿佛真的遇到了我的真命天子，遇到了我特别喜欢的人。2个人呢就大概是相处了2年左右。这2年里呢，桃花眼真的觉得很幸福，他觉得可能我这辈子也就是这个人了，我也不知道该那个什么。但是呢，在2年之后，大学毕业1年之后，2个人相恋2年，大学毕业1年之后，云间呢就出轨了。当时呢是桃花眼工作嘛，然后他一出学校的那个工作呢，就是那种跑业务的，遍地跑，可能去其他城市，也可能去下县，也可能去更远的城市，经常要出差。有一次呢，他就是出差，本来是要7天的，但是呢，因为那一段时间特别顺利，他5天提前2天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就想着给云间一个惊喜，然后呢拿着东西就回家了。一进门就发现，卧室里似有异声，似有异动异响。一进去，床上一片春光，云间和另一个男孩2个人，对，噔，对。当时桃花眼呢特别生气，云间呢就把那个男孩先赶走了，然后呢就跟桃花眼说，对不起，你怎么样，你一定要原谅我。桃花眼就想着，那行吧，看在你对我很好的份上，我对你我也不是说特别想要分开的，那咱们俩就继续处，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再这样了。云间呢就答应的特别的好。之后的日子呢，云间对于桃花眼呢也是还是那样无微不至的照顾，特别的好，特别的和善。然后呢，所有的事情呢都想得很周到。但是没有过多久，对，云间又出轨了。
出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时是两个人在家里呢，云间突然接了个电话，说那个我公司有点事儿，我得回趟公司，说我先去。桃花眼说那你去吧。然后呢，也许是云间他迫不及待呀，还是怎么着呢？桃花眼呢，其实是没有习惯去送着他的，但是那天呢，他就特别想站到这个窗外，看着这个云间走出小区的样子，于是呢，他就站在窗边看着楼下。但是他就看到了令他终身难忘的一幕，云间下了楼之后，跟另一个男孩两个人拥抱到了一起，然后双双出了小区。桃花眼就给云间打电话，他就眼看着云间拿起电话挂了，揣兜里出了小区了。桃花眼就知道他又出轨了，于是就特别生气。云间呢回来之后发现，哦，你知道了，又是祈求，又是道歉，又是怎么样的，又一堆的事情。桃花眼一看，原谅吧。但是呢，第二次原谅之后呢，就换来了第三次的出轨。第三次呢，他又一次被桃花眼发现出轨了。桃花眼说不行，我们总是这样，确实的不行，还是准备分手吧。在桃花眼犹豫不决的时候，那天呢，他就特别的伤心嘛，就回家了。他说我周末要回家待2天，我不想跟你在一块儿，我要考虑。然后跟云间说你也好好考虑。桃花眼呢就回了家。回家之后呢，见了自己的妈妈，妈妈呢就很开心啊，她多久没回来了？你才知道回家做了很多好吃的菜呀，等等的，在家里待了一天。第二天周日是晚上要往这个工作的城市里走。上午的时候呢，桃花眼和妈妈两个人呢就坐在一起聊天。聊着，妈妈就跟桃花眼说：“你知道吗？咱们隔壁小区有一个老头，有个男的得了个艾滋病。”特别恐怖，就在咱们这附近都传遍了。你如果出去的话，一定要小心。还有这些事情千万别乱搞。桃花眼说谁呀？妈妈说不知道，别人都叫他李什么什么，就在哪个小区，据说是在哪栋楼都知道了。然后呢，就在这附近传的遍的，也不知道是怎么传出来的。然后呢，附近的人全知道了。桃花眼一想，叫李不是叫刘什么什么，我刚刚说错了，口误，叫刘什么什么，对，刘师傅。叫刘什么什么，还在某一栋都知道，那不就是跟之前那个男的是一个那个什么吗？后来他经过他证实之后，他才知道这个刘师傅呢，确实因为他那个什么了，得了艾滋病。桃花眼当时五雷轰顶，说太恐怖了。也就是那个时候，那天中午呢，他下定决心要跟云间分手，想着不行，我还是跟他分手吧。分手了之后呢，没过大概就是1年左右吧，桃花眼呢积极的工作，收入上呢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他的这个部门呢，他也成了小组长，成了这个经理之类的，工作呢也越来越好。但是呢，随着日子慢慢的越往前走，桃花眼呢他就越孤独，他就越觉得不那个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下一个人出场了。这个人呢，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洛登。他遇到了另一个人。洛登，桃花眼看到洛登呢是在他们公司，洛登呢是他们公司就是新调来的一个从其他分公司调过来的一个同事，那个公司呢可能是面临倒闭啊或者怎么样，可能要那个什么掉，然后那个公司可能要砍掉，然后那个公司里的一些优秀的同事呢会调到就是各个分公司里头，其中呢洛登呢就调到了他们的公司。两个人一见面呢，桃花眼就很喜欢洛登。洛登呢长得吧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长相，不恶心，很清爽很干净的一个人。桃花眼看到他之后呢，突然觉得自己在这个怎么说呢，自己在这个长时间的孤独里好像有了一些东西。但是呢，桃花眼他并不准备去接近洛登，因为他觉得就算接近了又能怎么样？万一人家不是 gay 呢？万一人家喜欢女生？万一人家已经结婚了呢？各种各样的事情。桃花眼就想，反正我生活很无聊，每天呢看看他，想想他，我都会很开心，也就这样吧。日子呢就这么一天天的过。有一次呢，他们公司出去团建，那个时候呢大概就是7、8月份去海边团建，然后正好在抽签的时候，桃花眼跟洛登呢两个人抽到了一个房间，对，抽到了一个房间。双人床不是那个2人床吧，2人间，他们两个人呢就住到了一起。因为虽然说洛登呢已经在他们单位待了有4、5个月了，但是呢两个人其实属于那种普通同事，也半熟不熟的状态。这次呢他们两个人住到了一个屋里，桃花眼刚开始还挺开心的，但是又觉得很尴尬，对人家呢又不熟悉等等的。但是呢真到了那个酒店之后，分好房间，俩人一起上楼之后，往房间里一坐，两个人就像是打开了话匣子一样，一直在聊天，就很合得来。桃花眼呢也很开心，这样的话就不会觉得尴尬了。洛登呢，他属于那种比较豪放的人，比如说这个晚上要洗澡，洛登呢自己就会脱得一丝不挂的，然后再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找这个找那个，然后蹲到行李箱那儿拿个洗漱用品什么的。桃花眼呢就盯着他，
大概就是这样。桃花眼呢就觉得很那个什么，很那个什么。然后他们当时团建呢是大概就是5、6天的样子，两个人相处的也比较好。大概到了就是第3天或者第4天的时候，有一天半夜桃花眼被吵醒了，然后他看到落灯的那个方向，就发现落灯在就 jacking off， 哒哒哒哒，这动作还蛮大的。桃花眼就说你在干嘛呀？落灯说我在，然后两个人就躺到了一起，然后那一晚上就折腾了一段时间。第2天两个人就确认了关系，就在一起了。那一年呢，桃花眼大概是24岁左右。之后呢，他和落灯呢两个人几乎就是形影不离了，就对，又谈了对象。他们两个人谈对象的时间很长，谈了将近6年的时间，谈了将近6年的时间。是在这6年里头呢，两个人关系一直很好，也一直住在一起，又是同一个公司的，所以说呢，他们也没有告诉同事，只不过就是很幸福嘛，一直很幸福，very 幸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在大概这期间呢，桃花眼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双面，还记不记得他的第1任正式的对象双面？就是说双面他怎么着呀？双面离婚了，听他的朋友说的，说这个双面怎么着呢？离婚了。他为什么离婚呢？是因为这个。他是 gay 的一个身份被他的妻子发现了。他结婚之后呢，还出去跟着小男孩厮混，被他妻子发现了。妻子发现之后就特别生气，就提了离婚，就跟这个双面离婚了。然后呢，桃花眼知道之后呢，自己确实是感觉唏嘘不已。他就说怎么能够就这样呢？第一个有印象的那样了，第2个这样了，第3个还不知道呢。于是呢，他就对于自己的这份感情也好，什么也好，他觉得很累，很疲倦。也就是这个时候。有一天，他在查看落灯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落灯的那个微信上有很多的小男孩的微信，然后呢，他们聊的很多话题不堪入耳。那天呢，落灯在早早的就睡觉了，把手机呢就放到了那个茶几上。桃花眼呢是要想干嘛呀？想查东西，就不经意看到了他的微信，微信里有那么多小男孩的聊天记录。然后经他查证，这一段就是他们俩在一起的这6年里面，落灯呢至少跟10几个人发生过关系。桃花眼当时就崩溃了，凭什么？为什么？怎么就能这样呢？桃花眼就特别的生气。于是第2天呢，就找落灯坦白了，说我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打击了，我也不想再这样。我今年已经30岁了，我不知道我的前途是什么样子的，咱俩直接分手，以后谁都不要再见谁了。于是呢，他们2个人就分开了。分开之后呢，桃花眼几乎就没有说再找过对象。他说我找对象呀，干啥的？他不想再找了呀。我们擦了是这样的，他说那个我不想再找了，我也没必要再找。我要是再找的话，我尽量就那个什么呗，尽量我就变直，找个女生吧。但是呢，他对于女生呢又不是说很那个什么，所以说呢，他就一直陷入了迷茫。然后呢，他就写了几句话，他说：“我谈了这么久的恋爱，我见过这么多的人 ，gay 这个身份是上天赋予我的，但是我很难过，我不知道我接下来应该何去何从。”对于桃花眼是 gay 的这将近10多年的一个经历来说，他说：“难道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归宿都是一样的吗？我们所有人的归宿就必须是那几个点吗？”他呢列了几个点，他说：“看我们的归宿有哪些？首先第一个，和你自己的爱人分崩离析。是啊，他和他所有的爱人都分崩离析了。”他说第2个就是那个刘师傅。第3个就是这个快餐文化。第4个出现的一些东西叫我们刚刚讲的鄙视链。然后继续，像他说，在于这个圈子里的人，无非就是花花世界，晒房、晒车、晒腹肌、晒存款、晒颜值，就是不晒道德底线，花花世界。再有的话就是他这儿还写了一个暗恋，直男节嘛，自以为的付出，自己感动自己，每天都是这个样子。于是呢，他就觉得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一直到了现在，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我今天讲这个故事之前，我跟他沟通了一下，我说你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什么？他说没有，完全没有，他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也不想再怎么办了，就想以后自己一个人生活就行了，也别去祸害别人了，等等的。
桃花眼说：“你们大家都在干什么呀？你们大家都在做什么呀？我们的这个圈子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请问为什么全是恶意？一提到这个圈子，全都是满满的这些东西，再加上恶意，再加上那个叫什么来着？他这写了一个词儿，叫做恃强凌弱。为什么都在相互欺负？本来日子就很难过了，为什么你们这群人还要欺负自己圈子里的这群人？我们相处的时间越长，这个固定的伴侣，他的新鲜感就越弱。新鲜感越弱呢，他的这个叫什么？他这是怎么写的？看一下。新鲜感越弱呢，就没有新鲜感了，就会开始乱搞。而且呢，桃花也说出了当下，这个圈子里的，我认为啊，我觉得他说的很对。他说 ，gay 这个圈子啊 ，gay 之间绝大多数的人都发展不出亲情，因为男人本身就是花心的 ，gay 这个圈子全是男人，全是花心的，他们发展不出亲情，所以他们的结果只能很惨烈。说的很对，他说，真正能在一起走到最后的人凤毛麟角。各种各样的人都是很那个什么的，所以说呢，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如果评论区的朋友们大家知道的话，或者说有那个什么的话呢，大家可以给我，或者不是给我，给我的评论发一下，给桃花眼说一声，说一下那个接下来他应该怎么办。真的是因为他很倒霉吗？真的是因为那个这个圈子里的坏人都让他遇到了，还是说这是这个圈子里的普遍现象呢？这我就不知道，我也不清楚。所以说我没有办法给他任何的建议和意见。就只能靠你们大家给了。OK， 我们今天的故事结束了。今天我没什么可说的，留给你们说吧。我转述桃花眼他想说的所有的东西。